卡塔古里对路飞猛攻几招，惊愕地发现路飞对他的招式越来越应付自如，身形越来越灵活。这个小子见文斯正在不断的接近自己，再拖下去战局还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呢，必须找个机会尽快将他解决掉，以防战局突变。弗兰佩在暗中发射一枚暗器，正中路飞膝盖，路飞腿下一软，跪倒在地。卡塔古里趁机举起自己的叉子，猛地一下刺中了路飞的腹部。路飞哀嚎一声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这一下子估计是扎肾了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卡塔古里看到路飞如此轻易的被自己刺伤，感觉有点意外。他从心底里已经不承认路飞是个弱者了。刚刚如果不是路飞跌倒，他的叉子未必会刺中路飞。卡塔古里心有不甘，迈上前一脚，将路飞狠狠地踢了出去。草帽小子，你给我认真点！角落里，弗兰佩和一干手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弗兰佩高兴得要死，一方面是因为看到路飞一副狼狈的样子，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助攻卡塔古里欧巴打倒了敌人，欧巴一定会对自己心生喜爱。弗兰佩已经开始幻想卡塔古里欧巴会摸着他的头，温柔地对他说：“干得好，弗兰佩妹妹，你是我最喜欢的妹妹了。欧巴就是一切，欧巴就是生命。只要得到欧巴的青睐，自己就是可以成为妹妹之王的女人了。”所以说，15岁小孩的脑回路你真的很难理解，你永远也想不明白，成为妹妹之王能干什么？难道能统领所有的妹妹吗？由于弗兰佩和手下们故意隐藏了信息，卡塔古里暂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。卡尔单纯的以为是路飞大意了，他表示很失望，也很气愤，提起叉子冲过去，对着路飞一顿猛戳。一瞬间的大意就能决定胜负，你小子不可能连这种事儿都不知道的。草帽小子为什么松懈？卡塔古里提着土龙叉子一顿猛刺，打得路飞毫无招架之力，路飞被打倒在地。卡塔古里放下土龙，变化出许多个甜甜圈，从甜甜圈里冒出很多手，对着路飞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殴打，把路飞揍翻在地，晕死过去。卡塔古里喘着粗气，心里又气又急，他还是很纠结路飞刚刚的失误。你小子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出现那种蹩脚的失误？刚刚他有点认同你，没想到你就如此让人失望。晕死中的路飞想起了很雷厉的训练，再次得到启发，他睁开眼，双腿颤抖着站起身来。埋伏在暗处的弗兰佩拿出自己的暗器小工具，这次就用10倍的麻醉针将你放倒。不死心的猴子，去死吧！弗兰佩猛吸一口气，对着吹管吹出一支麻醉针。路飞默默闭上眼睛，黑暗中他看到一个亮点向他袭来，路飞本能地向旁边倾斜躲避，结果因为脚下不稳跌倒在地。弗兰佩吃了一惊，路飞居然躲开了他的无声麻醉针。当他看到路飞跌倒在地的时候，忍不住发出嘲笑，原来这个家伙只是碰巧跌倒而已，啥也不是，看来是自己高估他了呀。弗兰佩这一笑，忘记隐藏自己的气息，终于被卡塔古里所关注到。卡塔古里瞥了一眼暗处的弗兰佩，又看了看倒在面前的路飞，顿时明白路飞被自己刺中的原因。卡塔古里迈着步伐向弗兰佩方向走过来，弗兰佩兴奋的尖叫，自己终于被完美又帅气的欧巴关注到了。欧巴一定是特意过来感谢自己的，干得漂亮，我最可爱的妹妹。欧巴一定会这样说的。弗兰佩红着脸，满脸的期待，终于要被欧巴摸头杀了。虽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这种幸福的时刻不是早晚都会来到吗？卡塔古里脸色阴沉，看起来他并不想给弗兰佩一个摸头杀，倒是想给他个砍头杀。刚刚和路飞的战斗中，卡塔古里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路飞有一瞬间的气息断了，看来正是因为中了弗兰佩的麻醉针。虽然自己感觉到事情有点蹊跷，但还是用手中的武器刺中了对手的腹部。你以为我想用这种方式赢吗，弗兰佩？卡塔古里站到弗兰佩和他的马仔面前，突然操起土龙，插刃对准自己的腹部，狠狠地刺了下去。你们几个有什么好笑的？鲜血飞溅而出，惊呆住了所有人。卡塔古里扯下自己的面罩，大吼一声：“男人的对决不需要这种肤浅的掩护。”弗兰佩第一次见到大嘴巴的卡塔古里欧巴，吓得失声尖叫，连忙倒退几步，跌到自己的马仔身边。卡塔古里喘着粗气，怒喝道：“如果想笑那个笨蛋，就连我一起笑好了。”弗兰佩愣了半天，然后说道：“好逊呀！明明刚刚还是完美的欧巴，现在居然变成了宽嘴怪物，还溅了我一身的血，真是好脏啊！你根本不是卡塔古里欧巴，你是一条大嘴鳗鱼！”马仔们捂着嘴，发出嘲讽的笑声。卡塔古里则沉着脸，一声不响，默默承受着来自亲人的嘲笑和贬低。弗兰佩啐泣一口，将嘴里的口香糖吐在卡塔古里的脸上。那一瞬间，卡塔古里想起了儿时那些嘲笑自己的孩子们，可是那时候他们是外人，现在嘲笑自己的却是自己的亲人。卡塔古里默默转过身，向路飞走过去。弗兰佩的谩骂声和嘲讽声在身后不断的传来，卡塔古里却一句也没有反驳。他现在的眼中只有作为敌人的路飞值得他关注，因为只有路飞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，一个强劲的对手。弗兰佩对让自己的属下给卡塔古里拍丑照，他心中完美欧巴的形象毁了，他恼羞成怒，他一定要把卡塔古里这副丑样子曝光出去，让所有的人都来嘲笑他。
马仔们听从弗兰佩的命令，拿着拍摄电话筒对着卡塔库利一顿猛拍。这闪光灯简直就是他最后一次人格曝光后踩在地上的践踏，把卡塔库利踩得低贱不堪。但卡塔库利并没有去在意这些，他要对践踏自己的人给予完全的轻视，对尊重自己的人献上最高的敬重。弗兰佩在卡塔库利的身后喋喋不休地嘲讽谩骂，光是骂还不过瘾，他拿出自己的吹管，用最多毒箭干掉2个人，这才能解了心头失去偶像的恨意和痛感。卡塔库利和路飞2人紧紧地瞪着对方，这些局外人好吵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一幕，两人同时爆发出霸王色霸气，霸气的对撞迸发出强大的力量，将弗兰佩以及他的马仔全部当场震晕。卡塔库利充满歉意地说道：“真是抱歉呀，连一根针我都没有注意到。”路飞不知道卡塔库利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海贼之间的对决本来就没有卑鄙一词，这小子道的哪门子歉？卡塔库利脱去背心，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和霸气的花臂纹身。我已经不觉得你低我一等了。路飞也拉开干净的架势，表情严肃：“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了，我很高兴，不过我一定会赢的。”二人同时怒吼一声，奔向对方，几乎同时出拳。但卡塔库利胜在体格更大，一拳先打在路飞的脸上，路飞身体向后倒去，快倒下的时候，他突然站稳脚跟，反手一拳击中了卡塔库利的脸。真男人的对决现在才开始。天天之城里，世界政府的谍报人员公布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情报：引起蛋糕城堡大爆炸的原因就是御手箱。这个御手箱里装满了炸药，原本这个御手箱是鱼人族国王送给草帽团的，后来被草帽团转送给了大马海团，所以才会引发如此灾难。蒙多尔等人一听就怒了，这个草帽路飞简直又狡猾又有远见。没想到连这个大爆炸都是他们策划好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厉害。这样的话，围剿草帽团的行动恐怕不会那么顺利。蒙多尔当即下令，万国内所有能用的船统统赶往巧克力岛，务必要把巧克力岛围他个水泄不通，不能放跑一个人，要将那里变成草帽一伙的葬身之地。蛋糕岛海域内海，佩罗率领大部队和贝基一伙遥相对视。这个糖果人思考关于为什么蛋糕会在贝基的船上这个问题，思考了足足2集，还是没有想明白。贝基拨通了佩罗电话筒，告诉他：“你们就将大妈放心的托付给我吧，我会给她好吃的蛋糕，好好照顾她的。”佩罗一听就怒了：“你可别扯那些没用的废话，你小子能憋什么好屁？莫不是要借此机会暗示大妈？”贝基很诚恳地说道：“蛋糕里没有毒，是布林亲手做的，你可以放心的将大妈和布林交给我们，赶紧去追草帽一会儿吧。”贝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节奏拿捏的刚刚好。佩罗暴跳如雷，大骂不止。本来他还很犹豫，是追草帽一会儿还是追贝基一会儿。和贝基通完电话以后，佩罗再也没有犹豫了，当即下令全队追击贝基。这个家伙100%下毒了。贝基得意一笑，这正是他的制敌之策。本来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蛋糕没有毒，也确实是布林参与制作的。但是这些实话从贝基口里说出来，就让佩罗听着别有一番味道，越听越像是谎话，必须立刻干掉贝基才能放下心来。而且此刻追击那枚一行人的是将星司母吉，佩罗没有理由不放心，他特意打电话嘱咐司母吉，一定要将草帽一伙一滴不剩的全部榨干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对付贝基了。司母吉接到了佩罗的命令，下令全员进入战斗状态，务必在到达巧克力岛之前击沉草帽一伙的海贼船。那名一行人在绅士这里也得到了最新的情报，他们和路飞碰头的地点暴露了，巧克力岛将成为战场，可能是他们逃出蛋糕岛最大的难关。甚至眼神坚定，他告诉大家，无论如何都要接路飞出去。但是摆脱敌人的围攻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。贝基肯牺牲自己吸引大妈，将草帽团的一大危机暂时解除，并不是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西风拜托他最后帮草帽一伙一把。贝基对西风可是言听计从，才冒着如此生命危险。贝基看着身后几乎变身的大妈，感叹道：“这可真是个不得了的差事，比起暗杀，现在好了，连逃跑都是问题了。”西风却是心甘情愿。经过这么一圈的折腾，西风早已把草帽团当成是自己的朋友，让朋友平安逃走，这是自己决定的事情，必须要贯彻到底，这才是报恩吧。贝基和手下们一愣，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呀，气风。可是英雄不是一时兴起想做就做的。贝基等人一抬头，大妈也追了上来，随时就要出招了呀！小子们准备好逃命了。虽然贝基帮助草帽团将大妈给吸引走了，可是追上那枚一行人的何止大妈一人，将星司母吉率领大部队已经赶了上来。那枚等人冷汗都流了下来。谁都知道大妈之后就是将星，这一战可太艰难了。还有足足3个小时才能到达目标地巧克力岛，只是不知道路飞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巧克力岛上，也无法告知路飞有危险。战士吐了一口烟，轻轻说道：“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通过巧克力岛。”巧克力岛上，欧文很快接到了属下的汇报，有大批的国斯塔战舰向巧克力岛聚拢，声势之浩大，前所未有。欧文很是奇怪，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的吗？草帽路飞现在已经被卡塔库利困在净世界里，无法脱身，其他人根本不足为虑。蒙多尔在电话筒里非常夸张地喊道：“完全有必要啊，欧文哥哥，你可不能小看了草帽一伙，你知不知道城堡大爆炸就是草帽一伙有意设计好的，差一点就把我们给集体灭绝了。所以不要以为他们是新人或者人少就小看了他们，他们可是太厉害了。”欧文一听蒙多尔声情并茂的描述，当即变了脸色。哈哈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新人海贼团这么厉害。
欧文再不敢轻视，立即传令下去，全员高度戒备，镇守巧克力岛，并且要求岛民们将自己家里的镜子全部打碎，全岛只能留下一面镜子，而守在这面镜子前的是自己以及一大批部队，只要草帽路飞一露头，立刻将他干掉。岛民们有点不愿意，有些人表示自己家里的镜子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，实在不忍心下手砸碎。欧文严肃说道：“如果发现草帽路飞从其他镜子里逃了出来，一家人都要受到处罚。”大家听欧文这么一说，都很怕，纷纷回家去砸镜子去了。山治和布林乘坐飞毯向巧克力岛赶去，留下纳美一行人。加洛特终于恢复了精神，走出房间和乔巴等人聊天。身边余光瞥见一刀闪光，本能的转动船舵，极限的避开了四目级的剑锋，定好他们的攻击方位。四目级用自己手中的2把长剑刺杀属下，每吸干一个人，他的身体就会变高几十公分。现在他的体型几乎和巨人族差不多大小。四目级继续搭建，不断的展出剑锋。纳美站在船的后方，判断剑锋的方向，告知慎平。慎平五官敏锐，而且反应极快，听到纳美的指挥后，能迅速做出反应，操控桑尼号轻松的避开四目级的攻击。不要松懈，我相信你们的指挥。布鲁克惊恐地发现，四目级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巨人族，几乎比船还要大许多了。巨人形态的四目级站在船头，生猛地挥出一剑，这一招击沉你们。那剑锋就好像高速袭来的火车一样，你能看到它冲过来，但就是避无可避。好在舵手是慎平，在剑锋击中桑尼号的刹那间，还是避开了攻击，堪堪躲过剑锋。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